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我今天要来做的科目是宾士 W126 560 SEL， 引擎代号是 M117的零件的介绍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分电盘。那它有8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缸，然后这边有4条高压线，这边也有4条高压线。这个呢是它的那个定速马达，这个是定速马达。再来，我们看到这个是方向机的帮补，方向机的帮补。再来，这个 ABS 的刹车，这3个字写得很清楚。再来，这个旁边这个呢是欧导光，就是点火线圈。这个点火线圈，它负责将曲轴感知器的讯号，这条把它放大以后，以后讯号放大，做电流放大，给这个，我们来看这个，这个给高压线圈，产生高压之后送到分电盘。然后到火星上去执行点火的动作。再来，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9pin的检测孔，这9pin的检测孔。接着我们看到这是总帮，刹车总帮，因为它的126的车子，它的总帮就都是双层总帮，也就是说它辅助力道会比较大。这个是刹车的油壶。刹车油位感知器，这个是保险丝盒。再来，我们看到这个部分，这个就是 OVP，OVP 就是高压保护器，它决定了我们的怠速马达供电，然后还有就是引擎的电脑的供电是由OVP 高压保护器来供电的，所以这个高压保护器故障的话，就会产生有可能 ECU 不供电，那就不会有点火的动作，那或者是说怠速马达不供电，它怠速就不会执行自动怠速的功能。这个是冷气的滤类，这个呢是汽油帮浦的滤类。OK， 那再来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从这里开始好了。这个是怠速马达，再来旁边看到的这个是冷车喷油嘴，冷车喷油嘴的油管接头在这里。这个就是水龟了，水帮浦，这水帮浦，上面这就是水龟，当然上面就是有水温感知器。接着我们看，主角来了，主角就是这个分电盘，它是8缸啊，你看起来特别壮观，而且线头特别多，它这是8缸的分油盘。那这个就是侧流板，这就是它的侧流板。就所谓的鸿蒙这侧流板。再来，我们来看往这个方向，这个就是空气流量感知器。这个就空气流量感知器呢，它是来作为辅助，应该叫监测怠速马达是不是有正确的执行那个稳定转速的功能。那它把这个讯号由位置因为它跟这个联动的，那把讯号传给 ECU， 告诉 ECU 说定速马达有确实在工作。这个东西空气流量感知器跟混合比，或者是说我们有臭油味混合比、空燃比没有关系，它跟我们电喷的是不一样的功能。它主要是做减脂
我们的侧流板的位置，啊，告诉 ECU。那这个就是它的洗码上座，560的喷油盘的上座。那再来火星塞，啊，火星塞大家都看得懂，这是1、2、3、4缸的火星塞，喷油嘴在这里，啊，这4支喷油嘴，这喷油嘴跟一般的 M103的6缸，或者是说420的8缸喷油嘴是不一样的。它的也就是说，它的出油量是不相同的。那再来，我们看它的皮带，它的皮带是3条跟我们103 6缸或是102的4缸的那个皮带是不同的。因为它们都是单条宽版的，但是560它这是3条它有3组啦，应该4条有3组，4条有3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发电机，我们看到这是发电机，这将是发电机。那发电机再来，我们看到，这位置不太容易看，那个下头的。这个地方下头，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引擎角。引擎角再来，你看，这是副水箱，这是雨刷水箱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好，我没有介绍到是这个就是 ABS 电脑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是 ABS 的电脑。好。我利用这机会把喷油盘的零件再介绍一下。1985年以后的2代机喷，它就有插压阀插压阀，这是插压阀。那这是油压就是油压调整器，这是油压调整器，决定系统供油的压力。那这个呢是插压阀，它是在决定下游式跟上游式的压力差，产生供油量，来产生供油量的多寡是由插压阀来决定的。所以如果插压阀有失调的话，你油混合比也会不正常。我们看到它这个插压阀。OK 的，因为它没有漏油，这辆都没有油，所以它这个插压阀原则上它应该没有坏。那是不是因为堵塞需要重新校正？这个到时候呢，张大哥会来做校正，来决定它的正确的供油量，还有所谓的空燃比。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它的那个进油管，油从这里进来。从这里流回去，从油压调整器之后回流，这条是回流管，这条是进油管。我们来看，OK， 好，张大哥大概就介绍到此结束。